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最新数据显示，6月份价格涨幅略高于预期。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6月份较去年同期上涨 2.6%， 高于经济学家预估的 2.5%， 与前一个月持平。不过，这一数据仍创下3年多来核心 PCE 的最低年度增幅。核心 PCE 环比上涨 0.2%， 符合华尔街预期的 0.2%， 高于5月份的 0.1%。接下来，美国南部的新建待售房屋数量创历史新高，主要归功于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。根据本周公布的新数据，截至6月，该地区仍有29万3000套新建房屋待售，超过2006年8月创下的29万1000套的先前高点。接下来，一场大规模 IT 中断影响了全球计算机系统，导致航班停飞、医院手术中断和企业关闭。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表示，一个软件更新造成了这一故障。此次事件凸显了现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脆弱性，即使少数设备受到影响，也可能产生重大后果。接下来，2024年股市上涨势头暂停，过去10天标普500下降约 3%， 纳斯达克下降逾 6%。市场分析师预测第二半年将会出现约 9% 的回撤。科技股领跌，分析师认为科技股极度上涨后回调符合预期，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后投资者情绪可能好转。下面这条，美股周五午盘上涨，投资者消化通胀持续缓解的新定价数据，巩固了即将降息的预期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1.8%， 超过700点。标普500指数上涨约 1.4%， 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大致相同，两项指数均将录得周线亏损。接下来这条，苹果在第二季度首次跌出中国智能手机前5， iPhone 失宠。下面这条，摩根士丹利认为股市将出现 10% 的回调，原因是夏季交易量低迷以及对11月总统选举的担忧。尽管企业收益强劲且预期秋季降息，但纳斯达克和 S&P 500指数近期均下跌。让我们关注 LinkedIn 联合创始人霍夫曼支持副总统哈里斯，并捐赠700万美元给亲拜登和哈里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。但他认为，如果哈里斯赢得11月选举，应该更换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·汉，认为后者无助于美国。接下来这条， Charter Communications 超出华尔街季度盈利预期，宽带用户流失低于预期，推动其股价在周五交易中上涨 16%。 接下来，美国当局对知名沽空者安德鲁·莱夫特提出刑事和民事指控，指控其多年来通过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并欺骗投资者。接下来， Steward Healthcare 宣布关闭2家马萨诸塞州医院，因其在今年年初申请破产后未收到合格竞标。下面这条，百时美施贵宝、高露洁、3M、Charter Communications、诺福克南方表现强劲，股价上涨。CAL、德康、纽威尔表现不佳，股价下跌。接下来这条，2024巴黎奥运会首次通过流媒体直播所有比赛，数字平台将发挥更重要作用。NBC Universal 凭借其多平台广告策略创下广告收入纪录，广告买家对数字广告和流媒体广告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。下面这条， TNT 体育部门因 NBA 拒绝其电视转播权匹配竞标而对 NBA 提起诉讼。最后一条，美国法官阻止一项将扩大受托人退休顾问类型的劳工部规则生效，认为该规则武断且与管理退休计划的法律相冲突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